后面听得清楚，这样会不会比较好讲？林老师，然后詹律师，然后郭教授，还有各位朋友、学生、媒体朋友、各位理事们谢谢大家。那我今天其实一开始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接到这个分享也是蛮恐惧的，因为大概上一场讲的是我的老师这样，上一场讲的是陈金南，所以好险他今天没有，不然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基本上我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他在教大，所以他其实也教了我一些事情，他也带我看这个世界，所以我就把陈老师在推动了以后到现在设计之都，某个程度把这几个拼图给拼出来。那不敢说是演讲题，因为其实是来到文化界这个朋友，其实某个程度比较像是自己的，然后回到家乡来，回到这个熟悉领域来分享的立场。所以大概是这样。今天演讲大概谈从美学CEO到设计之路观察，我大概会花40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带过去，那很快的尽量尽可能把丰富内容给大家。那如果说有不够了解，我们事后再来分享。好，但今天就是谈这两个议题。那其实第一本议题是我写的书，第二个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就从一本书、一个企业的顾问到一个城市的设计之都。那我想，因为今天设计之都的篇幅也许不会太多。那因为我们上礼拜前几天才出一个说明，比如是说这一页呢，我想就是说明了设计之都在这个城市的角落做了什么，或许没有很大的建设，但其实它在每一个角落很微小的、很市民参与的形式在推动一些改变。背后这一页其实是我们说了未来2016我们想要做什么。所以第一页是过去我们做什么，后面是未来我们想要做什么，所以我就想把这个第一页先传给大家，是因为去年去议会的时候，议员都问我说设计师做了什么，我其实用口头上跟他们辩论，其实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就觉得请同仁我们就做了一张地图，这样眼见为凭，然后看做了什么，但乃是一方面有做好，其实我们是可以再持续的再把它加到这个地图上，那我们就把这个地图先传下去。好，大家谈两件事情。今天最主要想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在文化政策的脉络里面，90年代谈的我们是以人为本的社区营造，可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国外接受到最多的是 design thinking。那某一程度 ，design thinking 是设计界这阵子，大概是前一阵子最重要的一个主流，它就是使用者如何参与到设计的流程。那我觉得这两个方法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的基准，就是 user 使用者。如果参与到 design process 进而做一些改变，那可能会应用在的领域是空间建筑各个领域的不一样。那或许接下来可以再谈一些事情。那从这两件事情来看，其实我是想要来谈说，到底设计之都我们想要做哪件事情？其实设计之都我的想法是说，其实跟我们这个以使用者、以市民为本参与的脉络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设计之都，我们就谈了一个。它是一个世界设计之都，但是某一个程度其实我们要推动的一个精神叫做社会设计 social design， 所以就很巧妙的把这个 social design 放进去，所以其实是期待一个从1990、2000年到现在的一个文化政策的脉络，是可以持续的回应一个以使用者参与到这个城市的改变为主的一个核心，大概是今天想要谈的一个主轴。那我们会从几个设计案例来谈。第一个事情是谈我个人所做过的一些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谈美学 CEO 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想法，第三件事是谈设计之都。所以大家今天的 agenda 就是谈这3件事情，那我把它串起来。好，大概是有一些背景，那这个前面有讲。那比较特别的是，跑去杜克大学念 MBA， 可是其实大家对 MBA 其实满街都是 MBA， 没什么了不起的。比较特别是说，在城乡所，念完城乡所可以跑去念商学院。有天我就遇到夏老师，夏老师我要去念商学院，你觉得支不支持？他说支持啊，就去啊。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说有机会回来学校演讲，我觉得就很棒，是因为他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不同领域用同样的理想、同样的理念，但是用不同领域的工具来实现。所以这大概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城乡所有些人文的训练，然后把这个想法跟 MBA 的社会企业跟社会重新结合，可以有一个方法跟呼应，这是比较特别的个人的经验。那当然的一些企业的顾问，那他会跟大家回应。好，
大概我背景是我这3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说，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文化，所以其实是在国艺会待过，然后也参与了文创产业的一些研究，在2002年。那还有一块是社会的领域，就是在清大社会学程有待了一阵子，然后跑去城乡所，在落水做过社会企业，然后后来跑去念商学院，当然呢，所以大概是想把这几个领域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大概是文化跟商业大概最流行的文创产业，那这是年轻人最想做的 social enterprise， 然后这个是 social design。所以在一些不同领域有一些接触，所以今天的谈论可能会比较广，但是比较发散，但是大概有1、2个聚焦的核心，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那么往下走，先开始谈我的工作好了。其实，在接任设计师执行长之前，我的工作是一个企业的顾问。那我的角色是什么？那我的角色大概是企业第2代接班转型嘛。那有时候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所以我就帮他设计一个家宴，一个餐厅。这个餐厅是春水堂的老板想在南头开一个餐厅。他刚才想，哇，他开餐厅，然后他给我们的目标是一客要2500块以上，然后又要有个性，要有文化深度。我们想想，其实最能表现春水堂文化深度的，反而是个家族泡茶的历史。比如说，你就设计了10道菜的餐厅，然后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他这个家族泡茶的历史。于是我们就帮他设计了10道菜。讲了他10个人生故事，这道菜叫做甘侯滋味，是形容他第一次喝到乌龙茶的那个感觉，以及因为茶让他致富。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陶艺家无尾城的作品，特别去烧制。当然有个特别有个厨师，我们找了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天下杂志都写手，把它找到，大概试菜试了10次这样，所以身材走样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好。尝到茶的滋味就是人生的荣华富贵嘛，所以这就是刚博里面有个经，但是这个道理是茶的领域，所以我们大家在做一个，希望把文化深度纳到它经营，但是其实我们背后目的是想要帮这家公司做一些比较管理上，因为某些程度它重新定义了世界珍珠奶茶的味的方式的规格，所以我们把它的创始店重新 position 给世界珍奶发源地。可是这事情还不够，我们就找了刘克襄老师，那或许这个因缘线没有接，那我还是跟大家放一下。我们找刘克襄老师做什么事情呢？大概简单来讲，我帮他对口白好了。他的口白大概就是说，珍珠奶茶，我们请他回到创办的那个地点，那也希望他能够以当年1980年代创办珍珠奶茶的那个姿态跟气势，重新在台中旧城区做一个文化的复兴，变成中部基地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那我们其实请刘克襄老师是来鼓励他们的第2代高级经营者做一些创新跟管理的突破。所以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当年1980年代那个珍珠奶茶被摇出来的地方之一。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今天时间比较短量，所以就让刘克襄老师讲的比较短，我们往下走。那这是做过的一个事情。那在世界设计之前，我们做了还有几个合作，是当国艺会董事长的书头，我说这样子称呼，就是帮他做研究。在董事长提的一个产业文创化概念，我觉得其实是很值得在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过去我们在谈，大家猜看，这个应该在很容易猜，文创产业占我们的 GDP 几%？有人猜到吗？5.6，很接近，差不多。前年的统计，今年还不知道。前年文化部的统计大概是4点多，然后差不多是5%，所以严格说起来是在5%上下。所以我们上课老师每天这么认真在讲文创产业，没想到它只占我们的GDP%。它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对于这个经济管理却是如此的微小。所以市政府先生、董事长他都想提一个概念，说其实我们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那5%，而是在5%以外的产业，95%的产业如果用文化设计创新的重新定义它的产业。所以
所以他就提出了产业文创化的概念。那什么是产业文创化？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文化的设计跟创新的精神变成product跟 service 的一部分？我们能不能变成组织流程的改造，让我们组织更有创新？整个组织更有创新的部门跟设计部门存在，还有一些组织跟文化变革的可行性。所以其实这是产业文化精神。如果从产品到流程的创新，变成这个组织的文化变革。所以大家回头去看一个很创新的公司，它也许不见得是文创产业，但是它的最核心一定有一个很强的文化和很强的创新性在支持它。所以大家这是施正荣先生想要谈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大概这个表比较清楚，就是刚刚老师有讲说5%这样子，5.39%。那所以是15项产业，我们过去都在谈这一块。可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想象，是可以在这块领域？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我个人而言，是因为过去在城乡所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在谈文创产业多么重要。可是当我们出去念很正规的经营管理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的 case 硕士研究，从来没有发现文创产业这一项，因为它都被分类在每一个产品、时尚、设计很多领域里面。所以对他们想象没有文创产业，但是对他们想象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产业都需要创新。所以大家今天这个讲座要跟大家谈产业文创产业跟产业文创的一些想象。那这大概是比较复杂的事情。那这原则大概想法只是想谈几个事情。那时候在说服施董事长说，其实我们如果从短期跟长期的来看，短期就是我们能不能推动一些创新的方法。去 drive 整个创意的经济。如果整个创意经济能够起得来，整个文化跟艺术的就业的部门，就可以比较一个好的循环。像是 UNESCO 在谈的这个事情，所以这大概不是2年、3年做，是期待通过设计跟创新的启动，让整个文化跟整个创意经济可以起来。这是我们在推的一个想法，或许需要5年、10年，但至少我们愿意把这方法理清楚。那第一个部分谈完了，就是谈完我的工作。那回到台湾，差不多是2011年，那有机会做这些工作跟做这些事情，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因为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让我在2011年回台湾，然后跟一些企业界的朋友有很深入的讨论，很愿意找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就是说找一个业界的产业顾问来谈，教他们如何做创新有这些机会去尝试这些事，我这不是这本书，所以我想花这一点时间跟大家谈这一本书及背后的想法。这本书其实是原本是想说回台湾，然后做这一花了1整年的时间写这本书。那时候写这本书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想把我所说的话，把我所做的事情写完，我就大概要回。不是去美国，就是去大陆找一个薪水可以支付我在商学院所花费。但没想到这本书就写了，就遇到张明正先生就留下来。但这个书其实讲美学CEO讲什么，其实是很简单。其实它骨子里是各位最在意的文化跟这些想法，只是我很巧妙的用一个现代大家最在意的管理跟设计的语言，重新去谈这件事情。所以等你如果有机会，有朋友可以去图书馆借这本书看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其实我是用一个比较新的设计的管理方式来重新诠释文化界非常在意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案例来看。这本书是那时候跟Duke University MBA的课程设计的内容，所以这大概不大重要。好，那这本书其实背后把3个人的想法给串起来。这个是我们 marketing 的 professor。有一天我就跟他在商学院谈行销管理，但是我最讶异的是，他跟我谈的一件事情是说，他先跟我谈社会学，谈亨利·佛斯蒂，就是谈科技史，他跟我谈这个很深的东西，他有下来，他说于是我们的对话是继续谈 IDEO， 谈 Human Centered Design， 就变成 marketing 里面重要的部分。后来我们就把整个行销又谈到整个社会的整个建构现代的行销的历史。所以，因为有了这一连串的对话之后，其实我们就开始思考说，我们如果把 design 或者 design thinking 或者 design 这个方法作为一个 market research 的方法，
带到 MBA 的课程，于是我们就重新把12堂课里面的4个模组切出来，重新设计这一堂课。那其实让我有设计想法，并不是他，比较是老夏。那过去在城乡组，他在谈参与式使用者的东西，那这个还是个城乡组重要的核心价值这样。所以其实就让我把行销 marketing user research 的精神，跟建筑界在做参与式，以使用者精神，像亚历山大模式里面，看整个城市的以人为本的空间的实物的 urban design 这个概念，可以比较有更接近的呼应。那这个大概是我上一次活动讲者，其实他是我的研究所大学的教授，那他其实教我蛮多事情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他有一天在走到我的位置上说：“汉中，你把这本书拿回去看吧。”因为那时候在念台大、交大土木系，然后全系100多人，大概我的名次是100多名，所以是很不好的学生。但是某一程度，我在清大人社院上了很多课，所以他有一天跟我说：“你可以去看这本书，日文书叫做《From Civil Engineering to Civil Society》。”其实这本书跟他的一些比较像 mentor 的关系，就让我去清大社会系人社院上很多的课，包括科技史、社会理论等等。后来就跑去城乡所，所以我其实是还蛮谢谢这位老前辈。后来他去国艺会当董事长之后，也请我帮忙去做一些文创产业的研究。所以就这个时候有这个机缘，可以把比较社区的想法跟文创产业在谈的想法，以及现在的工作把它串联起来，这是大概是背后的一些转折。最近也特别跟这个老前辈说谢谢。好，美学CEO这本书的想法，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谈文化很重要，谈设计很重要，我们提就是比较从一个像举例经典来讲，就是 UNESCO 的 cultural statistics 或者过来讲 diversity 参与讲这些。但是我想在商学院，我们就换另外的角度来诠释到底设计跟文化有多重要。所以我们重新用 MBA 的 framework 管理的 framework， 从组织策略跟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方法是我们用把文化语言塞到他们的语言逻辑里面去跟他们对话。那我大概谈几个案例，这个事情是跟现在 WDC 在做，其实跟这个文创产业的经营管理有关系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来谈苹果好了，大家都很喜欢谈苹果的案例。但是从一个组织的管理来看，其实最重要的是 Steve Jobs 他是一个 Jonathan Ive 也是啊。那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一章，因为在台湾谈很多文创、谈设计过程，一个公司要如何创新，最难的关键是这个，你要如何在一个有支持设计的 CEO， 然后有一个设计很好的跟一个营运很强的，所以这个模式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在组织的决策里面有左脑跟右脑，有人很懂得文化的人，很懂得经营管理的人去做一些突破，所以这个模式其实在时尚产业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强的总经理，你永远不知道他是谁，没有人 care 时尚品牌总经理，但是你永远知道他的设计长是谁，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如果设计跟创意要管理要到一个组织最高的位阶，其实就是苹果。所以苹果当 CEO， 让整个决策的核心就在 design 的人。所以台湾这几年做得很好的，像华硕，它就是跟同时线拉了很多人进去，所以其实在组织结构上是有一些可以设计的组织是可以去设计的。当这事情就在谈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城市推动一个文化的政策，推动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政策要上位到多高的层级？通常我们在讨论的一个层级就是文化跟突发的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是以设计文化为mindset 逻辑的市场，或者是一个行政手段可以出来？我想这就是我们文化界接下来可以努力的地方。那设计师做这件事情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说，过去设计它可能只有到产发局、整个产业或者是工业局，或者是整个某种程度来讲是文化局的事情。可是设计师这次做了一个突破，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设计制度的这一个国际活动的高度的能见度，
可以跨领域开始整合一些不同部门的进来，例如是教育局，例如是卫生局，可以开始用设计思考方法、使用者的方法去找到它系统的问题。社会局，我们在跟他谈如何跟社会企业、跟社会创新可以结合。所以从苹果的设计跟一个创新到一个高度，放在 WDC 的案例就是说，设计之都其实某一个程度对我个人来讲，它只是一个空的名字，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不大在意，我也不大，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放在如何让设计跟文化上到一个很重要的组织位阶，而可以带动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设计之都这个名声还要重要的，所以是实质比内涵重要。所以从这个议题，我大概是想跟大家谈说，设计之都想要突破的，或者是过去几年在努力的，就是希望设计的议题不只是单一文化局的议题，可以让教育局开始思考它的教育改变。最近课纲议题很红，那教育局、产发局的卫生局这个部门可以引爆进来，所以我想这一次是设计之都做一个很大的尝试的突破跟改变。好。那在管理上呢，其实我们会谈一个产业界很有名的案例。这个案例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或许大家的对这两个超级市场，台湾跟沃尔玛的竞争不是太熟悉。那其实我是想跟大家用一个比喻，大家最近有去 7-Eleven 吗？有去买聂永真的咖啡吗？聂永真的那个彩色的杯子。所以我用一个这个很简单的比喻来讲，就是说，其实，在《美学CEO》这本书里面，我们想要推动一个概念，就是说，如何让设计师可以跟一般的或者跟影响大众生活有关的品牌合作。这个就是，如果设计师可以达到一个推波助澜的效果，我想这一个政策会是对台湾设计界有帮助的政策。那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回归到在2000年有一个很经典的商业的案例。就是他跟沃尔玛的案例，就是沃尔玛原本是竞争价格竞争者，那如果你是第2名，你要怎么竞争？你如果用设计跟经营管理结合，这个就是Philip Kotler 在做的，他就是行销的教父，大家是看他的书，他说用设计品，这是他的店面的外观，这是他找的，如何跟 Price竞争，所以就找一群 designer， 所以他的策略是说，在一个很大量的零售的通路里面，找这群设计师。那大家讲文化界最认识应该是Michael Gray 去年过世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设计师。那或许台湾朋友更了解的应该是这位，看出来是谁吗？这个是吴继刚的设计，所以这件衣服，大概卖79，T 恤大概是29，到后面这个套装大概是79，所以它用一个很便宜、大众可负担的，让high fashion不再是一个很高的价格，是大众可以负担的。所以这个策略啊，就是他们找 Michael Gray 在1998年帮我们做一套居家用品啊，是 Michael Gray 为什么提他们设计是主要在 Washington Monument 的时候，他们一起去修复那个Target 赞助，所以大家合作很愉快，就持续这个对话都好。那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时候 Target 这个超市的 retail 的负责人是 Ron Johnson， 有没有苹果的粉丝？苹果粉丝都会知道 Ron Johnson 是谁。Ron Johnson 是整个 Apple Store 的第一 Apple Store 的代言人，所以 Ron Johnson 在Target 的时候就是找他们，后来因为这个成就，所以 Ron Johnson 到苹果去做 Apple Store， 所以他找 Michael Gray 的原因就是希望好的设计师可以让每个人所拥有。但如果像李老师这个很熟悉设计师的，其实Target 替Michael Gray 替Target 设计这个评价水平，这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他1983年10年前、10几年前去 Alex 所设计的这个茶壶是世界上的
的销售的经典。那这个茶壶某种程度被认为是后现代的设计的语言。为什么是？以及过去的茶壶设计是从 functional 到 emotional design 一个很重要的转折。而这个茶壶做的一个是一个 emotional design 的代表，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茶壶最大的功能是什么？烧开水，铃声响了会叫，可是它能够有些情绪上面的反应。所以你想象，假设这个是一个户外的草坪，你对这个早起，然后要冲一杯好的咖啡，所以你的想象会是一个虫鸣鸟叫的，所以它作为一个鸟的茶壶，所以这一个被认为是从设计上对于有一个 emotional design 的一个效果。所以这大概是这个经典。好，讲太多设计的故事哈。所以这个就跟大家讲了。WDC 现在政府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是如果透过这个事情，让更多民间去聘请好的设计师，从 7-Eleven 甚至是全家，或是很多通路，让更多年轻的文创业者有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推动的一些事情。好，那刚刚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IDO。那 IDO 简单来讲，它是一个设计的顾问公司。那可是大家问说，汉中你今天讲文化政策，我们讲到 IDO 这家商业公司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讲的是创新跟这个，其实是背后的脉络是这样。IDO 这家公司它是一个工业设计公司，大概在爬 auto， 它在从1990年代红到现在。那它最强的并不是做一个 industry design， 不是做一个产品保证你畅销，它最强的是找到一个使用者需要的方法。他做的最好是找到用一个方法，然后找到 user 所需要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心理学家的方法，是人类学家的方法。他教你去做田野，然后他要叫你去访谈，去诠释他的行为，然后最后透过设计师跟心理学家、工程师想到一些解决需求的方法。所以这一个课程某些程度来讲，其实是我们台湾社区空间界在1990年代持续参与做的一个参与式设计的方法，内容跟精神其实是一样的。好，这是一个 shopping cart 他们的案例，这个 Google 上面的 video 都有，所以就不特别谈。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出了一个 IDO 的方法卡，但是这个方法卡从我们对于 design 的认知来讲，就是如果把线画好，如果做一个美学美感的拼图，或是一个构成的一个评论。而对他们来讲，设计的方法是什么？是这个如何感知使用者的方式。做医院最好的设计就是去当一个病人，所以他教你的方法不是 design 的方法，不是 hard skill， 是教你如何透过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大概是 IDO 在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 IDO 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有关？我一直觉得文学家是最好的设计思考者，小说家。有听过企业里的人类学家吗？Intel 聘请的这个薰衣草女士在做下一个时代的行动运算科技的使用者行为，回头去推它这个市场的可能性在哪里？他是谁？人类学家。所以我们其实在思考说，过去我们在推动的文化政策的脉络，不管是1980年代去中心化、去国族主义，回归到地方的文化政策，到后来以人为本的社区90参与式营造，某一个程度都在回忆一个2000年左右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创新的 trend 的主流，也就是说，如何让经营管理的方法回归到以使用者为中心，回归到以田野的现场，而不是以 in-house 的一个 centralized 的 user 学中心，回归到使用者现场去做这个创新。其实某一个程度，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的，是在只是因为方法领域的不同。所以大家简单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其实某一程度上 ，WDC 是希望以人为本的参与式的中心，不管是在社区营造，或是 design thinking， 或者未来的 social design， 都希望保持这个精神。那
design thinking 最大的应用是在商业跟社会，但是我们希望social design 可以让整个非营利，可以让整个文创有一个新的转向。好，这大概是我们在看的一些事情，所以经由这几个会，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 IDU 跟我们的文化政策背后的 SR 的方法跟想象，以及未来 social design 的精神，如何到 human centered design 这个 value 是可以很有一致的呼应。好，那大家就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文化跟文创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品牌，就叫 Alessi 啊。它最大的突破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是应该是 Alessandro Marlini， 他是一个意大利的建筑师，他在1980年代替 Alessi 做一系列的策展。所以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特别，就是它的产品的研发，它并不会把它的东西叫做 product prototype， 它把它当成 cultural prototype。因为1980年代，它找了10个当年最红的建筑师去尝试下一代居家用品的设计理念。换句话说，他在做创作，他在做设计，他在做研发，那他并不是在做产品。那最特别的是说，他们把他们的设计发表的场域，并不是像一般商品会的发表，他们把这一系列设计完的创作放到 MoMA 的名店去做发表。如果他们的设计没有被上市，然后他们就放在 Alessi 的名店，所以这家公司就被认为是一个 design driven 的 innovation 的公司，是因为它用文化的方法，比如是策展、摄影，写一个好的建筑论述，当一个好的 curator 去找创作者，从这个方法来找到他们下一个时代有长尾的决定下一个10年的设计里面的风格的方式。所以这个成功的代表的作品就是这个，进而影响到2000年他也在做这个产品。所以这大概是这个想法。好，这也是一个案例，必须要设计做的。可大家都会觉得说呢，设计师做产品库存怎么办？所以后来这家公司也发展出一个方法，在艺术跟设计市场之间做一个平衡。他就用一个公式去评估功能、造型、美感跟价格之间的关系，我重新回过头来调整他们的商品的策略。换句话说，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是因为如何让一个艺术的市场的niche market 有不同的产品的行销策略，进而可以在市场上survive 生存下来，找到属于它的特定客群，让创作者可以持续的发展。这一个管理上面的改变突破是很重要。好，大概是讲这个事情。所以讲完 Alessi， 大家其实这一个想要跟大家谈说，各位在文化政策、策展这些所学的，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未来5到10年最重要的商业主流的创新的方法。所以这大概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那这是国艺会之前所做的一个案例，就是我想可以跳过不谈。那我们来谈社会设计，谈社会企业好了。基本上的逻辑是这样的，过去我们整个市场、整个世界都在谈商业的影响力，可是各位这个年轻的这个时代，最好面对一个事情，是我们可以不只是商业能力，我们有社会影响力。各位创业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那某一程度上是跟国艺会合作，也是希望把 business impact、social impact 跟 cultural impact 可以分开，是因为我们希望社会企业家里面有一群是关注于文化议题的，例如是大进文化类型的社会企业，天空的院子、小镇地方振兴，土工农村美术馆，不只是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的概念，它还是有文化的 impact。生命感、亲密感触，大家是我们在谈这个事情。那所以从这个事情想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分野，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阵子文创产业会被这么多批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整个社会不管是管理或整个年轻一代的社会企业家开始去思考 double bottom line 如何在他们经营有社会影响力跟商业影响力的同时，在这个同时，其实文创界是落后的，
他们并没有想象说，他们透过大的园区的建制，透过创投的建制，透过投资的方法、管理的方法，他们其实可以赋予很多微小的有社会文化多元跟创意价值的社会企业。所以这造成一个文化产业大会不断它是往商业的走向，所以很多园区都被批评。所以这一个推动社会设计有一个转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整个文创产业的思考，不只是商业影响力，而是有社会影响力？过去设计只是赚钱，能不能设计能有social impact，解决这个什么问题？从一个角度，文创也是。所以这大概是我们来谈的一些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就可以来思考social design是什么。所以social design在谈说，台北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 design 的 resource。大概是超过60或70的 market share 或者是设计的人才都在台北，而这个人才能不能替台北解决城市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大概是整个 WDC 设计师组背后的一个逻辑。我用这个城市的创意的资源解决这个城市所面对的自身的挑战。当然，这是一个理想。那我们来看，这个理想其实回应这个design的 trend 的主流。那我想接下来有设计的老师会补充。那简单来看，这个是1949年Wilbur Rowe 登上《时代》杂志，《时代》杂志给他的标题就是 He streamlines sales curve， 也就是他的设计让整个设计可以赚很多钱。可是到了1960年代，一个 Design for People 联营公司一个 movement 都应该起来了。然后 IDEO 到 Interplanning 等社会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trend 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个设计带动经济化接萧条的主流，一直往 design 不只是创造商业影响力，而且创造社会影响力来走。所以这大家等过去设计60到70年的发展的一个 map， 以及台湾的一些观点。那从这时候就可以回头过来看说，我们刚刚谈的这些事情。很简单的跟他谈3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不同3个年代的文化政策的流转，它如何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可以持续的往下走。就是社区以人为本的参与式设计。我们讲 design thinking、user centric 或是 human centered design 可以变成是一个主流，以及未想的 social design 设计如何回到使用者的需求，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看 WDC 曾经做过什么。这大概是上个月跟市政顾问的简报，所以现在把大家当市政顾问来简报一下。不是开玩笑，那一天呢，30-40位市政顾问台下，这简报其实是比 K 的还难讲。但是我们一开始要跟他讲WDC，我们不是选美，我们是选丑的。就因为美的人不会来参加世界设计之都，只有丑的才会来，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这样。所以我们是选丑，而且丑的里面还是有潜力做改变。所以甚至大概是每2年都会有一个，有的是很丑，有的是不太丑的城市会参与，透过设计变成是一个城市的 policy， 也透过这个来做一个城市的设计运动的改变。从大的 scale 的 infrastructure 到小的 scale 社区的改造，不一定看你这个城市想解决什么问题，这是 WDC 在做的事情。那台北申办的主题是 Adaptive City Design Motion， 这个是还蛮拗口，我想只有社会学家像刘老师这样才有可能提出这个想法。但是这个背后的精神，其实在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台北它不是一个大的设计改变，因为infrastructure像上海、像北京。它是透过不断的小的民众的或者是一个不预期的design的改变来改变这个城市，所以它是一个逐步在不断用设计提升的城市。那可是背后过去申办几年有一个主轴的次要的主轴就是社会设计。那这次WDC 在政策上面其实大概有几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希望让社会设计这个主轴在 Adaptive City 这个脉络之下能够被彰显，所以延续申办 Adaptive City Design Motion 主轴没有变，但是我们想要在政策上 highlight social design。那
social design 对于台北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刚刚回头过去来看，1990年代的社区运动，那往前10年最重要的是环保的运动。如果从台湾的环保运动、社区的运动到使用者参与的第三性命这个脉络来讲，我们才发现，其实台湾是有一个很好、很丰沛的人文艺术的基础，这个基础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social design的基础。social design对我们并不是外来的想象，实际上是台湾从1980年代的社会的环境和社区运动就开始酝酿这个基础，所以这大概是我对social design的一个想法。那时候我们希望是世界设计之都，但是变成是一个设计之都，是一个 social design 的 city。那这个 social design 是什么？我们有更多社会social enterprise 进来，我们有社区的 partner 创意的街区点连接起来，我们有更多社区的 internet 和专业的社群的引导，这是我们对设计之都的想象。所以我们重新定义设计之都，大家都觉得价值是美学，但其实不是。核心是设计，可是设计的背后是要谈的，不是 design， 不是 architect， 是 architect 背后的人，如何市民可以参与设计，变成改变。所以我们希望 WDC 或 social design 是公民如何可以透过设计参与，带来社会的改变，这是我们想要推动的一个愿景。当然，在政府做事情只能有愿景，因为行政太复杂，那我们再把事情跟大家沟通清楚。好，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做了很多市民参与的事情，这是一个事情。那其实大家最关注说 WDC 要怎么推动，大概就是几个架构。这边是我们答应国际上要做的，有些官方的活动跟大展，所以我们刚刚传下去的图片，地图的背后那一张是 WDC 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有很多国际的交流跟展览，国内的城市景观改造，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城市的社区的地区、街区都做了改变。然后我们又有一些事情。那具体来讲呢，我们会有各个部门里面。具体来讲，我们大家谈一个时间轴好了。就是今年9月在台北会议堂，日本的社会设计大战。我们谈日本的 social design 怎么做？10月会议堂城市设计大战，苏州也是 social design。11月会有个德国的 social design 大战，然后跨年会有一个晨曦的曙光的音乐会，我们希望重新设计台北的跨年，让大家可以去露营，可以表现台北的设计的精神，而不只是大拜拜的演唱会。然后在3月会有一个国际的设计论坛，然后接下来就到10月会正式设计大战。但是希望在这1年的每月期间，我们都有一个很棒的设计的活动去串联回应 social design 回应 WDC 的精神。那这大概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那和大家谈文化很多变面向，会有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让很多当地的社区跟民的可以参与这个类似公共艺术的改变。他做了蛮多次老房子运动，过去台北市1年只保存1栋老房子，透过这个平台让你保存了19栋，也替政府省下了2亿元的经费，还可以收租金。但是后续政策其实是可以再做得更好。有一些infrastructure的改变，然后公车亭，然后友善餐厅，这是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它透过爱的米其林，让我们可以改变。就像这边也有那个 POS 系统的大人的 iChef， 大家也可以请他分享一下。台湾最有潜力的创新公司怎么看 social design？ 好，大概是这些事情。那我们做的清洁队，这事情争议很多，但是我想要不管争议，我想要回归到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也就是说，当一个城市的设计的政策可以关心到第一线在街道上做事、替市民服务的公务人员，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的改变。本质是好的，但是设计怎么可以在履历上越来越好，是我们要努力的。那大概是这几个事情。那 social design 就是在下个阶段会推动的一些新的想法。好，愿景就是不是官方活动，是民间活力的串联，是设计的设计之都，但是也是台湾的社会设计的运动。然后不只是活动，而是运动，大概是这个想法。好，回归到这些事情。
我想差不多电脑也宕机了，所以我想就当在这个时间上。好，大概是这几个想法。那最后一页，我想跟大家秀一个最简单的，如果还有时间几个新的从美学 CEO 到世界设计之都，其实是在不同的角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心情？是 social enterprise 的心情能不能有长远的影响力？2016我为起点，世界设计之都在台北，但是能不能变成是一个台湾的社会设计的运动开始？这才是在座各位想努力的。期待 social design 可以变成文创产业的转向，不只是以商业为目的的文化政策跟文创发展。持续从90年代、80年代之路的人为本的设计，然后以社会设计能不能变成社区营造的转型，不只是关心空间议题，而是年轻时代社会企业创新的社会创新的议题，让更多的年轻的人用设计的思考来解决这城市的问题。这大概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心得跟想象。所以文创比赛对我而言不是这个授权LPT， 它或许是一个这个 connection。这个妈妈怕这个很调皮的小孩子跌倒，在那边绑了一个线这样。所以 design WDC 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美学，不是一个设计的事情，它是为了一个帮助这个整个社会然后一起去参与做一些事情。所以这大概是今天的演讲，讲太多，给我5分钟。谢谢大家，谢谢。